迪迦的3个基础形态都已经出齐了，也算是不容易。这次来看看空中型迪迦的表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先看一下整体的外观，身材造型和通贩版的复合型迪迦是一样的。玩具的头雕在镜头里面看上去有点怪，应该是光线的问题，看上去脸有点肿。然后是身上的颜色，在镜头里面看是比较蓝的，但实物还稍微要再紫一点。再说说我个人的中奖，我这款迪迦在右眼这里有一道划痕。右侧肩膀这里有个漆面瑕疵，然后是左侧大腿这里有个轻微的涂装溢漆。另外的话，应该就是这款玩具的通病了。这款玩具的核膜线是非常的明显，从手臂到大腿，侧面的核膜线几乎都是没有处理过的。胸腰胯用的是软胶，但这个软胶的手感我感觉是比较粘手的，手感就像第一批的复合迪迦那样。我个人还是喜欢强敌那种干爽不油腻的手感。另一个缺点就是胸部这里还有腰部这里的缝隙是比较大的。相比之下，之前的通贩版迪迦还有戴拿胸腰的缝隙就没有那么大。空迪一些小改动的地方，像是在肩膀这里，之前胸甲都是粘死的，这次是给了一个余量，号称可以提高手臂侧抬的幅度。大腿多了一个下拉关节，之前的迪迦都是没有的，只有奥特之星版本有，这次把下拉关节也给加上去了。膝盖的孔洞基本上新版本的真骨雕奥特曼都是没有了的，但是之前奥特之星的脚踝孔洞都堵上了，到了空迪这里又有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叉形腿的问题，可以看到腿部的线条是有点怪异的，小腿是有点往外撇的。翻到背面看花纹是对不上的，那如果强行把花纹给对上，这个腿的造型是更加诡异了。就算把小腿稍微往里面掰一点，马上也是回弹了，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。最后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肩胛骨和背面离得太近的话，可能会粘住，会产生容漆。最后不管是回合还是摆姿势，最好这块地方都稍微有点间隙在。可动方面和之前的迪迦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，最大的区别就是腿部多了一个下拉关节，那腿部的前后踢还有侧踢幅度应该能更大一点。配件方面6个手型，一个红色的胸灯，还有一个特效键。相比强敌来说配件量算是比较寒酸的。特效键的末端是银白色的涂装，涂装还是挺好看的。然后再往后看就是慢慢的变成透明蓝了，总体颜色还是挺好看的。造型也算是干净简约型的。安装需要替换整个右手，软胶粘手，还有缝隙大，这是我对这款空敌最大的印象。核膜线不仔细看也行，头雕的问题找个好点的角度摆好就可以了。对万代来说，可能这款玩具就是凑形态完成任务吧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